2023年初，一件凶杀案震惊全球，名媛蔡天凤的尸体被发现散落在香港大埔龙尾村的一间简陋小屋，而痛下毒手的2人疑似是前夫一家人。头七当天，召魂的法师说，蔡天凤碎尸万段，死状凄惨，可能魂飞魄散。28岁的蔡天凤出身香港豪门，被称为是时尚圈的新星，跟郭富城的老婆方圆是闺蜜。大家都说她非常的善良，豪门名媛、善良大方、分尸惨死这3个词放在一起，怎么想都觉得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。法医高大成说，杀人之后之所以会分尸，是因为有很深的仇恨。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会让人痛下这样的毒手呢？事实上，短短10年之内，香港就发生了3起分尸案，而且每一件都是引起世界各地的关注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目前是没有死刑的，最多就是判终身监禁。杀蔡天凤的人之所以会用分尸的这个方式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不是就算准了这样的方式在香港的法律里面是不会被判谋杀的？而且就算被判谋杀，也可能只是终身监禁。究竟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起骇人听闻的分尸案呢Hello， 去你的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。时间回到2023年2月21日，蔡天凤前夫的哥哥邝港杰，同时也是蔡天凤现任的司机，他开车要载蔡天凤去接和前夫的小孩放学，殊不知车子开到狮子山隧道的时候，前夫邝港志上车了，2个人疑似在车上发生了争执，后来这个车子就开到香港非常偏僻的一处大埔龙尾村，蔡天凤就此消失。2023年2月24日，蔡天凤失踪3天之后，她被找到了，地点就在大埔龙尾村的一间小屋。这个小屋非常的简陋，只有几张沙发、桌子，没有床，墙上、窗户都挂着帆布，看起来平常没有人住。屋子里面则是有削肉机、电锯、风衣、面罩、手套这些犯案工具。想当然，很遗憾的，蔡天凤已经遇害。警方在现场发现蔡天凤不同部位的身体，最可怕的是瓦斯炉上放着50公分高的汤锅，正在煮的汤里面放着红萝卜这些蔬菜，最深处则是有蔡天凤的头颅。警方另外在冰箱找到了蔡天凤其他的身体部位，可是双手和部分的躯干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在附近可疑的地方，大家找了3天，还是一无所获。这些失踪的身体区块也是我们等一下要强调的关键之一。事发之后，警察马上逮捕了蔡天凤前夫邝家一家人，因为在蔡天凤出事之前坐的是前夫哥哥邝港杰的车子，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也是最后见到蔡天凤的人。重点是，根据当地的邻居指出，蔡天凤陈氏的这间小屋在案发前几个礼拜才刚被承租，而且租屋的人就是蔡天凤前公公邝球的前夫武志荣。事情越牵扯越广，警方推测前公公邝球很有可能才是一手策划整起凶杀案的主谋。为什么各界会这样推断呢？因为蔡天凤的前公公邝球曾经在警队担任侦缉警长，还获得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以及第1勋扣。在香港要拿到这样的表彰非常不容易，不仅要服务满25年，更要有品格和行为良好这样的表现。像这种知法懂法、本身就从事刑侦工作的人，一种可能是他非常奉公守法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会利用自己对律法的了解，做出比一般罪犯更残忍的行为，而邝球就是第2种。有专家就分析，邝家人之所以敢下重手，就是因为看准了现在的香港没有死刑，加上只要没有找到全部的尸体，就没有办法证明蔡天凤是被他们谋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于英美法律体系里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，在案件有无法厘清的疑点的时候，应要采用对被告有利的解释。所以就算疑点全部都指向了凶手，只要被害者的尸体没有寻获，凶手也能主张自己是误杀而非谋杀，可能减轻刑罚甚至脱罪。还有网友就扒出啊，原来前公公邝球的情妇武志荣是一位按摩师，熟悉人体的构造和部位。懂法律的前公公和他懂人体的情妇一起出主意，听起来一切越来越明朗。根据犯罪学系副教授王博奇分析分尸案的特征，通常嫌犯和被害人熟识且经济状况不佳，杀人动机不外乎是情财仇。前夫一大家大费周章把蔡天凤的身体拆散，网络上众说纷纭，有人说蔡天凤的前夫跟蔡天凤的现任丈夫有恋爱关系，也有人说是邝家人基于蔡天凤的巨额财产。到底是为情、为财还是为仇？当然，详细的真相都在开庭时才会知道。但是这边我们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是，香港的法律真的出现过找不到尸体就不会被判谋杀的案例吗？香港证券公司前董事陈文生在2008年时婚内出轨一名夜店公关秦嘉怡，外遇3年之后被妻子抓包，他答应会和秦嘉怡分手。2011年10月，
陈文生涉嫌在请假已工作的夜店把他杀死，后续还弃尸，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到底在哪里。2015年香港法院审判的时候，先是判陈文生谋杀罪，也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有凶嫌在未寻获被害者尸体的情况下被判谋杀。后来陈文生陆续提出了上诉，出庭的时候他辩称自己是无意杀死亲家乙的，因为对方在谈判的时候威胁要让自己身败名裂，还要搞死自己的老婆，才一时失去理智，导致他意外的窒息身亡。因为找不到尸体，9人陪审团后来采信了陈文生的说辞，从原本的谋杀罪改成判他误杀罪，只要9年半的有期徒刑。前面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了，真的有案例是因为找不到尸体就不会被判谋杀，不过即使被判谋杀了，也很有可能最多只要判终身监禁吗？2008年，17岁的王嘉梅跟着改嫁的妈妈移民到了香港。为了不让妈妈捡回收为生，所以她辍学，开始到处求职养家。王嘉梅为了快速赚到钱，上网和男子丁启泰相约性交易。岂料在交易的过程当中，丁启泰把王嘉梅杀了。当时震惊了社会，丁启泰被以谋杀罪判终身监禁。这起案件也让大家想起了人肉叉烧包事件。你以为我要讲人肉叉烧包事件吗？没有啦，那我可能要讲1天1夜哦。所以有兴趣的人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我们下次再讲。2013年，29岁的香港男子周凯亮谋害了65岁的老父亲和62岁的母亲，接着伙同朋友把父母的身体分散，为了混淆视听，还自导自演，在 Facebook 开设寻亲的粉专，说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但是就是找不到爸妈，非常的伤心。由于周凯亮弑父母的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发指，审判过程当中有2名陪审员似乎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而申请退席。后来周凯亮被以谋杀罪判终身监禁，但是一起处理尸体的朋友则是逃过了刑期。2017年，37岁香港女子曹燕疑似长期的吸毒导致了精神错乱，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警方接获报案到场调查，曹燕却拒绝开门。警方强行闯入之后，目睹了血腥的场面，因为地上散落着各种身体部位。前面对父母下手，这起案件则是对亲生女儿下手。这些狠毒的行径，从当时讲到现在，都会让人不寒而栗。最后结果则是母亲曹燕说自己是误杀，被判无限期的医院令。CNN 指出，香港凶杀案每引发各界讨论的都是凶手的手法非常罕见，而且丧尽天良。那到底为什么分尸案的案件在香港如此之多呢？先帮大家科普一下香港的人口状况，相信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在香港生活很不容易。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22年全球工作场所报告里面评比的全球各区域的工作压力指数，其中东亚地区的工作压力是全球的第1名，而香港有53%的上班族感受到压力，比中国大陆的50%、日本的43%还要高。数据中也呈现了日常愤怒、日常焦虑、日常悲伤这3个项目，香港所占的比率皆为最高。当然，这个原因不能合理化每一件残忍的案子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更聚焦在分尸这件事情本身。首先，第一点前面有提过了，是因为法律的原因，凶手会认为用分尸的方式是可以逃避罪嫌的。第二点则是因为香港地狭人稠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。香港人口密度是全球的第4名，每平方公里有6781人，台湾则是每平方公里640人，拥挤程度香港大概是台湾的10倍以上，比日本、韩国还要夸张。曾经和香港警方合作的鉴识科专家马宣利则是认为，香港的公寓窄小，光是一座电梯可能就有100户家庭共用，弃尸会有难度。马宣利还说香港大多数的人都是住在公寓大楼，四面八方的邻居都会有意无意的关切，如果杀了人怎么处理，好像都会被发现，分开处理确实是最方便的方式。至于分尸之后为什么还要烹煮，这么的惨绝人寰呢？就是因为第3点，香港的气候非常的潮湿闷热，因为香港在副热带地区，所以如果身体分散之后没有处理，很容易产生味道。烹煮就是为了要掩盖尸臭味。最后还是不免俗要跟各位说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永远都会有比极端行为好一点点的做法。请大家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，更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更爱惜身边的人。听完今天的分析，你觉得蔡天凤是因为什么原因惹来杀身之祸？你对香港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呢？Change the news， 我是Cindy吕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